欢迎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在未来银行里面，很多现金，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今天呢，欢迎各位下半身的幸福守护者。吴医生呢？下半身应该什么妇科啊、泌尿科啊？泌尿科。所以今天主题应该是都是泌尿科的吧？哦，对。首先介绍的是陈伟杰，你好。陈医师您好。Hello， 你好，乡长好，乡里好，谢谢。要警告大家，怎么样会有泌尿科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跟罗医师都是刚好一起合作的伙伴啦。那对我们来讲，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守护下半身的幸福，要从减肥开始。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情。对。像结石、射物腺肥大，这些都是跟肥胖有相关性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变得很胖，这些疾病就会很快就会找上你。所以我们要减肥。接下来介绍这位是罗时修，你好。罗医师你好。罗时修医师。你有什么特殊经验跟大家分享吗？有趣一点的。那我们自己也有做那个增大手术。增大。前阵子有一个男性病人就从韩国回来，他说他觉得他做的不好，他就跑来我门诊咨询。他说：“听说你们是有名的医师，他就想咨询一下我的意见。”他就裤子脱下来，哇，吓到。怎样的吓到法？真的，那个真的是大到比手腕还要粗。哈？你说还没有反应前？对。那他怎么穿裤子啊？那他是移植码的吗？重点就是。他就是希望穿裤子的这个效果。你们都这样讨论，是我们女医师何地啊？来，陈玉珍，你好。陈医师好。行长好，乡里好，我是泌尿科陈玉珍医师。对啊，您的客户大部分就6、7成都女生吧？对，我的病人6成大部分是女生的病人，那有些就是应力性的尿失禁啊，因为老化啊，或者是生产之后，对，那更年期之后就会有漏尿的问题、频尿、夜尿的问题。那漏尿的话，原则上我们就是因为尿道口的肌肉不够有力气，就骨盆底的肌肉没有力气。那我们平常可以怎么保养呢？就可以做这个凯格尔的运动。有听过，但到底怎么做啊？凯格尔运动有分好几种不同的形式，那最简单就是可以请病人平躺着，然后肚子用力，尿道口夹紧，然后2只膝盖弯曲往上顶的这个动作。那不管是女生可以做，男生也可以哦，因为男生在开刀完之后，尤其是射护腺肥大的刀，或者是射护腺根除手术之后也会漏尿，那就可以做这个运动来保养。来，接下来介绍吕医师吕景亨医师好，他是博士班泌尿科医师。对，您今天要谈的是，很多人以为只有女生有更年期，其实男生也是会的。就是例如说，你看家里的爸爸或爷爷，每天脾气越来越差，或者是那个晚上睡不好啊，然后情绪不稳定，有时候就是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有时候来做一些药物的补充，他们就这些都不药而愈这样子。来，接下来戴定恩你好，戴医师您好，大家好，行长好，乡里好，我是泌尿科戴定恩医师。这个医师别谢了，为什么嘞？那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行长就有来我们医院的急诊室报道。做增大术哦，那个还没，有没有增大我不知道，还没。我现在做缩小术。那时候行长是来做结石的缩小。结石。对啊，人家说第一痛是生产痛，第二就是结石，第二就是结石痛。这么痛哦！要赶快看医生，而且多喝水就对了，好不好？好，来欢迎魏医生，欢迎5位。介绍2位我们专家知性气质主播赖佳颖主播你好，主播好，大家好。王牌营养师刘以礼营养师你好，营养师您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我们请 Sandra 讲规则。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是第1题由我们营养师刘以礼来举圈或叉，来请出题。年纪越来越大，频尿好困扰哦。根据国际尿控协会表示，24小时内呢排尿超过8次就可以被当作是频尿的症状喽。请问，根据临床营养师指出，12大常见频尿的原因有哪些呢？请抢答。伟杰，是我是不是？是。那个我门诊最怕喝的就是咖啡跟可乐。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很利尿，因为有些人不知道，像就说结石的时候，有些人跟你说喝啤酒可以把石头冲出来，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因为利尿，让你的尿可以短时间大量出来。但是，一旦你常常喝这种饮品，那你就会很常跑厕所。恭喜答对了。好的，请加3000。
罗时丰，罗时兄，罗医师，来请。另外比较常见的原因是有攝護腺肥大的病人。OK，因为男生随着年纪增长，本来就会攝護腺肥大。那我们目前抓的是50岁的人有50%，60岁的人有60%，70岁、80岁有70%到80%的人有攝護腺肥大。那攝護腺肥大，因为攝護腺大到会去刺激到膀胱，所以本来在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病人会膀胱比较过动，比较敏感，稍微风吹草动，装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就想尿尿。恭喜答对，请假3000。罗医师，我请教，攝護腺肥大它不会痛嘛？对不对？就平常不会痛嘛？对，只是你在小便的时候会有困难，就是有时候会慢慢的越来越难尿啊。但它本身如果坐在那边不会痛嘛？想尿，但是有点尿不出来啊，你就知道有问题了。他们只要严重的时候，通常很多来门诊的病人，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攝護腺肥大，因为攝護腺是慢慢长大，它不可能一夕之间增大，就跟我们人变胖一样，慢慢变胖，你会觉得我好像还好，但其实你跟1年前、2年前可能胖非常多。来，陈医生，医师，泌尿道感染。女性的病人最常因为频尿来门诊我们通常会先要排除是不是泌尿道感染，就会先请他去验尿。那为什么泌尿道感染会造成频尿呢？因为泌尿道感染是细菌，尿液里面应该是无菌的，但是产生细菌的时候，它就会刺激膀胱的黏膜，让它不自主的收缩，就很容易有频尿的症状出来。那其实女性一辈子50% 的女生一定都会有泌尿道感染的症状出现，而且女生的结构上，她很容易就感染，对不对？没错，好懂哦。擦屁股也是会这样，对我说，恭喜答对，有的，请假3000。于是，那我要讲的是那个年纪的老化，就是泌尿系统的老化这样子。就是说，刚刚我说总有一天等到你嘛，像女生有些年轻的时候生很多小孩啊，然后老了那个骨盆腔的肌肉就会退化的特别快啊，对，然后像更年期症状的话呢，我们的膀胱的黏膜尿道的黏膜会变薄啊，这个也会造成频尿的状况。恭喜答对，来加3000，再一次。我们在泌尿科上有一种疾病叫膀胱过动症，那就是说它检查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异常，可是它的膀胱肌肉呢就很像在跳舞一样，它一直在抽动，一直在跳舞。那对于我们的病患感觉起来就是一直想要小便，一直想要小便。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放在里面没拿出来？是真的，像是给一些 idea。医生，你不要拿出来，帮我换电池就好。哎呀，对，所以我们做治疗上，来请假3000，来你说，就我们膀胱治疗上就很像要把这个电池拿下来的感觉，就像刚才吕医师提到，我们可以做直坡椅或者凯歌运动，都可以让膀胱减缓。了解了。换我是？是的，其实刚刚讲了一些男生的疾病为主，其实女生也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就是怀孕的女生，其实很容易频尿，对，小孩子在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容易去压到膀胱，像甚至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因为子宫跟膀胱粘得很近，所以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去破坏到一点膀胱，这都在临床上很常见，所以如果小孩子在生的时候，太太就常常跑厕所，其实也是要体谅他啦，因为这不他愿意的。恭喜答对，有压迫到嘛来加3000，罗时秀，那个子宫肌瘤了，因为子宫肌瘤长太大，因为你子宫肌瘤因为现在饮食细化的影响所以很多女生都会有这种子宫肌瘤的状况，只是大或小。当你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跟怀孕一样，它就压到我们的膀胱，就让我们的膀胱没有办法胀得像300或400 cc 这么大。那你当然装不到这么多尿才去尿尿的时候，你可能装100或200就想去尿尿，那当然你就是会有频尿的状况。恭喜答对，来加3000，陈玉正。解剖构造的脱垂，比如说像是膀胱脱垂或是子宫脱垂等等的它是一些器官从阴道掉出来。那这个脱垂是什么样的影响？对，为什么会脱垂？骨盆底的肌肉松弛，力量不够。对，力量不够，老化、肥胖啊、生产等等的，那膀胱就掉出来，或是子宫掉出来，造成排尿的时候没办法完全排干净，所以他就要不断的一直去尿尿。恭喜答对，请加3000。来，接下来吕医师。那还有一些慢性病，尤其是像糖尿病。糖尿病，因为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第一个它频尿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我们血糖高，尿糖就会过多。你就想像我们尿里面很多糖，就会把水分吸到小便里面去，所以会喝多，会尿多。另外就是说，它会造成膀胱的神经的退化，造成我们调控膀胱的机能也失常。
所以说糖尿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对我手，恭喜答对，加3000，来丁。再来就是我们泌尿科医师最怕的泌尿道的癌症，例如说膀胱癌。那很多人他可能因为频尿，然后他吃了很多抗生素，做了很多治疗，怎么一直都治疗不好？所以我们可能做个膀胱镜检查才发现，哇，膀胱里面长满了像是珊瑚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膀胱癌，然后会造成膀胱的刺激，一直产生频尿的症状。恭喜答对了。来请加3000。越听觉得自己问题越多，对，好令人紧张哦。有一个跟那个膀胱过动有点像，叫做神经性膀胱。神经性膀胱。对，因为其实膀胱很复杂，哇，这个要讲可能讲不完。但是膀胱的神经，它可能本身膀胱过动，可能它本身这附近出了问题，但有些时候不是，他的脑袋从上面来的讯号出了问题，就是他神经连不到那里，但是他已经漏尿了。对，帕金森、失智，然后甚至一些肿瘤，对，影响到它传递下来的讯号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恭喜答对，好的，请加3000。最后一个答案。结石算不算？结石的时候超级频尿吗？结石不会啊。结石依照它的位置啊，有些人结石掉到输尿管开口也会去刺激到尿，很痛啊。对，那有些掉到膀胱里面，它因为射护腺太大，那它也会去刺激你的射护腺，所以你会觉得有人一直在烧你痒的那种感觉。对，门诊有些病人来那就是说他来，他说他频尿，那检查起来超音波一照，哇，好大的射护腺。跟一颗鹅卵石大小的结石在膀胱里面。哇塞！恭喜答对！还有12个兄弟，来请加3000，太厉害了！我是医生。好，根据排尿呢，通常一般来讲，除了凯格尔运动之外，可能还有药物控制啊，甚至于手术。那在饮食上面的保养倒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比如说刚刚大家讨论到的这个射护腺的肥大，那我们一般来讲，你可以吃一些保健食品或食物里面都有，包含就是有茄红素的食物，或者是像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男生要多吃一点南瓜子的部分啊，这些。那茄红素的食物蛮多的，除了番茄之外呢，像我们秋天的柿子啊，或甚至于像樱桃啦、木瓜里面都有。那可以在饭后吃，因为可以增加茄红素的吸收，然后增加这个所谓的这个射护腺的保养，因为它需要有一点油。然后另外刚刚提到女生的这个泌尿道问题，其实可以多吃一点维生素 C 高的水果，比如说像柑橘类的，所以像橘子啦、柳丁啊这些也可以，所以柑橘类的水果可以多摄取。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像刚刚提到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像男生也有更年期，女生也有更年期嘛。那如果是因为老化而引起的频尿，那我们在预防事先保养的话，可以吃一些豆腐啦、味噌汤啦，甚至于纳豆类的东西，提高我们的这些荷尔蒙的保养。另外，最后一个矿物质也非常重要，不只是针对泌尿系统增加雄风也有帮助，就是锌含量要高。所以说海鲜里面刚一直提到的蛤蜊啦、虾子啊这些都可以多摄取。接下来由赖佳颖主播举圈落差，请出题。怕虫、怕高是我们人类常有的恐惧，不过有些人却有异常的恐惧症哦。请问，根据外媒的报道，10个不常见但却真实存在的恐惧症有哪些？请讲的。又是怎么又是我？其他医师都很懒，都不太想按了。谢谢承让。我举一个比较特别的好了，就是肚脐。像大家洗澡的时候会去挖肚脐嘛，我自己偶尔会去挖一下，亲一下，挖有点爽感，对不对？因为它会有点深到你内心的深处、肚子的深处那种感觉。可是有些人是会怕的，意思是说他不敢挖肚脐，对他不敢碰自己的肚脐，也不敢看到别人露肚脐，所以他这种人可能不敢去海边。那现在穿短腰很时髦的，对，他就快跑走，不能看到肚脐。对，有这种恐惧症，特别的，因为这些恐惧症都是一些相对不常见，但是你听到会觉得，好特别。恭喜答对了，有哦，请加3000。这什么恐惧症啊？看到肚脐有？这个肚脐恐惧症呢，它可能是没办法碰触靠近肚脐的区域，甚至他可能觉得肚脐好像长得有点丑不可爱，所以他连直视都没有办法。所以真的是在那个外媒报道就有一个人有这个案例，他最后要靠认知疗法，可能是常常去接触他，或者说摸他，常看他，好可爱，对，告诉说服自己说肚脐很正常、很可爱，他才有办法慢慢克服这个恐惧。但是这个恐惧的原因，其实你不会知道原因是什么。有些人天生他看到肚脐，他就觉得我觉得我没办法直视它，所以真的会有这样的恐惧症存在。好，来罗时秀，
那个厕所恐惧症啊？什么意思？你是说脏的还是厕所？就是他可能是以前有上过很脏的厕所，那也可能是他对这个密闭的空间比较害怕，有点类似幽闭恐惧症。对，他会认厕所，然后也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那也不喜欢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上厕所，因为他会害怕在那个地方会不会有人偷看他啊，或者是有人进来啊，或者是不干净啊，甚至是说会不会上一个人有什么疾病，借由这个坐垫传染给他？因为我们常见一件性病嘛，对，那个菜花之类的。恭喜答对了，真的有哎，请加3000。厕所，女生，气球恐惧症。哪一个？气球？你说气球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气球吹胀的时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啊？有。或是有时候很胀的时候，很害怕它瞬间爆掉，那个不确定的感觉会造成人心中的恐惧。恭喜答对了。气球，来，请加3000。于是，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我的外婆啊，她以前吃那个年糕的时候，她会把那个假牙跟那个年糕粘住，然后吞下去，然后就噎到，然后帮她紧急就恐惧吃年糕了，对，紧急把它压出来，然后你刚才笑容在讲这个故事，感觉有点不是很孝顺，是老人家都会噎到，他那个后来有救回来，他的更离谱，他连假牙粘进去，所以是怕什么？怕年糕还怕假牙？就是一些粘稠的东西啊，像是有些人什么花生酱啊，有些人是吃一些麻糬啊，对，恭喜答对了，太酷了。对，这个恐惧症其实我们把它叫花生酱恐惧症因为是来自外国的病例，所以一刚开始他们发现这个病人他非常不喜欢花生酱，那不喜欢的原因是不想吃它吗？好像不是，他讨厌的是花生酱那种粘稠，然后粘在你上颚那种黏稠稠的感觉。那之后医生就直接发现到，对，粘来粘去好像有点不舒服。除了花生酱类似的食物，他们可能都感到害怕，例如说果酱啊，例如说麻薯啊，例如说口香糖，他们就是不喜欢那个口感在嘴腔里面。意思，有一种很特别恐惧症，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我有些病人他会来，然后他一直很想要把我们的会阴部的毛发或是各种毛发做除毛。我猜有一些人可能很害怕毛发。所以他是光头吗？光头的话，他是光头，可是他戴假发，因为他可能出去外面或者戴帽子。那有些人他身上绝对不要毛，通除光就对了。眉毛那些也不行，这样。那里要用纹眉的，那里要除光吗？有，那里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用雷射来做除毛。恭喜答对了。毛发恐惧。哇，那他走在路上他会怕别人的吗？还是他只是自己的一个触感不喜欢而已？大部分我遇到的病患，其实他也不喜欢跟别人有触碰到，因为他觉得有毛发的感觉。像这样的状况，他其实你光是毛发浓密的人靠近他，他就会感到开始恐惧感。而且不只是人，他可能也会很怕毛发很浓密的宠物。所以狗狗、猫猫都各类各型靠近他，说不定有些植物啊，可能丝比较多，他都会感到很焦虑。接下来还有9000块哦。我有个朋友真的很害怕他怕鸟。他怕鸟类，你说哪一种鸟？不是下面那个鸟大鸟小鸟都一样。他就不敢在市民大道那边闲晃。大家有没有去过市民大道那边吃饭？那边很多餐厅嘛。到黄昏的时候很可怕，很多鸟是吗？超级多鸟，像麻雀这样，对，超级多鸟。所以他有一次在那边停车，一出来吓死，整个冲回去，然后我们就一直call他，奇怪，不是要约吃饭，怎么不出现？很可惜哦，没有。因为在这一次的10大的排行榜当中，他们是选出最不常见的。那鸟类其实大家会衍生出就是对动物的害怕还算有，对，所以其实还算是蛮常见的。那我们再把它想的再更不常见一点点，或许就有机会。罗医师，你该不会就会说香蕉恐惧症？没关系，你说可以，但你要说出原因。谁会怕香蕉？不能食人牙慧又不知道情形。有些人是怕香蕉的那个味道跟它的软的触感，黏软的。对，那这个东西的确之前有听过了。恭喜答对了，真的有香蕉恐惧症。先请加3000。不过他解释的对吗？不是这样吧？其实他刚刚有提到几个关键字，所以我还是认为他是对的，因为一个黏腻的触感。其实这个病例呢，在英国有一名21岁的女生，她从小就患香蕉恐惧症。就她患香蕉恐惧症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她哥哥小时候恶作剧，在她的床上放了香蕉，她在没有预警的状况之下躺下去之后，她忽然压到了很黏腻的东西，她整个吓到了，然后一看是香蕉，从此
次，他对香蕉就开始产生了恐惧，那种黏腻感、那种触感，所以他只要看到香蕉，他就觉得恶心，就觉得害怕。所以他可以吃香蕉派吗？他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此无法靠近。还有6000块来，于正。密集恐惧症不晓得算不算是？密集是不是还算？比如说，就是像很多蚂蚁，然后开始聚集成群，一大堆蚂蚁越来越多，一个一个小小的。那不常见吗？那算常见哦。或者是痣，比如说好多很细小的痣排在一起。什么痣？你说文痣，文痣。哦。恭喜答对了，可是这个不常见吗？是密集恐惧症的，我还会给对的原因是，虽然刚刚来宾举例是，例如说很密集的蚂蚁呀、生物，但是呢，密集恐惧症其中还有一个症状是，例如说我们看我们后面的背板有一个小洞的，有些人连这样子的小洞，这种密集的恐惧症，甚至我们有时候包装商品的时候那个泡泡纸，这个我知道，因为小珍怕这个，是对都会感到害怕，一颗一颗的，没错。虽然它不会动，也不会威胁到你，但是它光是看，对，超级害怕，无法靠近，所以密集恐惧症这个答案是。于医师，最后一个。好，那就想以前就英文不是很好，都是靠其他的分数来拉英文。那不像申卓杰英文那么好，像以前背英文或者医学系每天北医，然后就会背很多那种解剖的名词啊，然后这种很长的英文单字，这种就是会。就现在想起来是印象深刻，还是会做噩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很长的英文单字。恐惧背长的单字。对，这种最长的英文单字，像我记得最长的好像是什么细肺病嘛，好像有10几还20个单字的。哦，有人是怕这个的。哎，对我说。恭喜答对了，这是什么？是它叫做长词恐惧症。长词，因为很长背不起来，或者说曾经太长的一个词，我们讲不好，然后我就忽然被笑了，从此我心里就留有阴影。所以我对这个长词恐惧症，我每次看到太长的词或者我念不出来，我就会感到很焦虑。有一些有阅读障碍的患者，他们其实也跟长词恐惧症是有关系的。OK， 来加3千。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有脸的东西，他没办法吃。有脸，鱼有脸，有头，鸡有脸，鸭有脸，他都不能吃。那他能吃什么？他是蛤蜊啊，蛤蜊，鹅啊。对耶。好，我们宣布他们现阶段奖金。好，这回合呢，陈伟杰医师12000，罗医师15000，陈宇珍医师12000，吕医师12000，戴医师9000。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请删除来讲规则。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那答对奖金会一直累积嘛？那每一轮最后留下来那一位医师呢，可以把当时累积的奖金全部灌给自己，赢者全拿。总共3轮，第1轮请出题。肾结石痛起来要人命，请问下列哪一种饮食方式有助于降低肾结石发生的几率？A. 低钙饮食 B. 高柠檬酸饮食，请作答。高柠檬酸饮食有几率降低就对了。来，罗师兄，因为其实人都是会偏酸性或偏碱性对。那其实我们的结石有非常多的种类，有些是酸性的石头，有些是碱性的石头，有些是尿酸结石。但我们知道这个石头的成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石头去吃一些饮食上的改变，让它的石头比较容易化。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石头的成分？夹出来的时候去做化验才会知道嘛。对，它夹出来也不需要再做。你都已经夹出来，喝什么高柠檬？怕它复发，那重新再来。对，因为其实结石这个东西是跟体质有关呐。门诊非常多的病人，结石的人他的爸妈都有结石的病史，对，所以是跟遗传跟基因有关。还有一个地方性水质，对，水质也有影响。对，那所以我觉得高柠檬酸是我们的教科书上面会写说，这个东西可以中和你尿液的酸碱值。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高柠檬酸的饮食，每天呢摄取钙质不足800毫克的人呢，其实尿液里面的草酸浓度比较高哦，那是比较容易罹患肾结石这个状况。那如果常喝柠檬酸的话，柠檬酸可以跟草酸竞争结合离钙子，那草酸呢钙饱和呢就会降低了嘛，那结晶的几率就不会那么高啦，那结石当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可是听说因为其实这个很奥妙，结石的种类非常多，像瓜哥刚刚有讲。把石头拿去做化验就知道是什么结石，但常常石头不是
pure 的，它不是100%什么样的结石，它有很多种。钙质摄取不足会结石，钙摄够多也会结石，也会结石，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所以我刚刚就讲了，钙质吃多了也会结石啊。对，所以也不能一直补。其实我们都说哈，40岁到60岁的男性朋友是最容易长结石的病人哦。台湾的族群里面10个就有1个会有结石的问题哦。那最常见的结石成分就是这个草酸钙或是碳酸钙，所以其实定期的补这个柠檬酸钾是有帮助的，可以避免结石再复发。我再告诉你，我最近有个亲戚因为肾结石2次差点死掉，还病危通知啊。就是这个肾结石。对，他不知道塞了之后呢，造成什么败血症、病毒感染，住院打抗生素打了1个多礼拜，还发病危通知书。并发症可怕。我再补充一下，像这里出的很好，因为其实很多老人家会吃钙片嘛，然后他们又怕补充很多钙片会长结石，可能又怕骨质疏松。其实你可以选那种柠檬酸钙的钙片，柠檬酸钙钙片结石，然后又可以补充钙质。对，吃钙还要晒太阳，要运动，还要多喝水。好，来第2题，请加5000。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孩子是父母的礼物，请问下列哪一个时间点可以提升受孕率 ？A. 下午5点 ，B. 晚上10点。请作答。你作答。哦，4个人说是下午5点，不是在上班吗？怎么会有时间？晚上10点，那比较正常一点。对呀，下班洗好澡，差不多10点，对不对？有人说是凌晨更容易，起床之后精力充沛，万物皆苏醒，是不是？戴医师，你为什么选择的晚上10点？晚上10点应该是我们人比较放松的时候，我想这时候听听音乐啊，爸爸妈妈对，这时候我们的精子卵子应该也是比较舒缓的时候。relax 对。那宇正为什么选下午5点？我目前想到是可能跟这个睾固酮的浓度有关系哦，就是我们知道说男性更年期之后睾固酮是下降的，但是在1天当中，其实睾固酮的浓度也是起起伏伏哦。对，早上是蛮高的哦，下午到晚上越来越低哦，所以我会觉得下午5点的睾固酮比晚上10点的睾固酮还来得高，对，或许可以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哦，伟杰也是这样想。我比较老派一点，我想说古人有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以前的生育率比较高，是因为他们不到5点就下班，就可以回去，来一下这样。对，但现在生育率比较低嘛，所以大家拼个晚上9点10点，哇，那这时候才来，我猜啦，我乱讲，我猜应该是这样子。那你再录1集就可以回家了。对啊，待会见了。刚结婚嘛，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下午5点。真的是根据研究呢，1天当中最佳受孕时间其实是下午的4点到7点，因为多数的女性呢是这个区间排卵的。那男性的精子呢是下午5点的时候，不但数量多，而且活动最旺盛。因为要下班了嘛。好开心啊！所以这时候的男性精子呢，在数量跟品质上都达到巅峰，然后遇到女生刚好在排卵，不错。哇，请到旁边休息一下。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马桶盖有 U 型及 O 型设计，请问马桶盖会设计 U 型缺口的目的是什么 ？A. 方便女性擦拭 ；B. 防止男性卡到。U 型就卡到吗？请作答。请作答。可能A。方便女性擦拭吗？宇珍？因为我觉得，毕竟我是女生哈，虽然我们知道就说男性病人也是可以坐着上厕所，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 A 耶，对。不是，它 U 型开口是开在后面啊。不是，是前面。你知道你在美国他们那个马桶盖都是前面这边，它不是整个的，对，空一节。那就合理了，对，因为美国的 B 比较大。B 台湾比较少嘛，美国比较多。对，台湾开口是开后面啊，好像也是开前面。对，但是我们都要坐得很后面，我们都要坐到很后面去。对，因为怕撞到。太大哦，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方便女性擦拭。那 U 型的马桶盖呢，是1955年美国一个国际协会说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啊，美国的公共厕所要用这种 U 型的马桶盖。那当时呢，这个协会的副总裁觉得U 型的马桶盖比较适合女生，因为女生尿完尿之后不用起身，直接坐着的时候就有一个空间可以擦拭啦。来，你可以回来了，来加1000。
这里面这一题呢是宇珍答对嘛，有1万块，请输入宇珍的账号。这是第1轮呢，接下来进行第2轮，请出题。明明想大便，但为什么一坐上马桶却是先尿后屎 ？A. 液体流速较快 ；B. 坐着压迫膀胱。请作答。对，都是泌尿科的，就不用再讲了。坐着会压迫到膀胱，所以尿液会先出来，然后再来大便。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坐着压迫膀胱。来，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上班打哈欠不一定是想睡觉，请问下列哪一个方法可以减少打哈欠的次数 ？A. 喝冰水 B. 摩擦前额。请作答。哎呀，只有你选 B 耶。摩擦前额？摩擦前额吗？对啊，我在猜，喝冰水就可以减少打哈欠的话，我应该不会这么常打哈欠，因为我最爱喝冰的。那你有喝冰水吗？有。我很爱喝冰水。哦。但是我在猜 A 的道理应该是喝冰水可以降低就是这边的温度，让横膈膜等等之类的肠胃器官受到刺激降低。我自己猜啊，但是我想说，应该不可能那么简单啊，这个节目不会那么简单，应该是摩擦前额就。我是选择喝冰水了。对啊，那我自己觉得也是喝冰水，我们的横膈膜这些它的神经兴奋度其实会下降，比较不会打哈欠。摩擦前额，我觉得可能用冰水洗脸会效果比较好一点。哦，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喝冰水。其实根据研究显示啊，为什么会打哈欠，是因为我们要帮大脑降温，才可以思考的比较有效率哦。所以呢，你可以做很多方式，像是你冰敷你的额头，或是你喝凉的饮料啊，让你整个大脑都凉凉的，保持凉爽的话呢，大脑降温之后，你就不需要再用打哈欠来降温了。好，请旁边休息一下，加4000、9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该选哪间比较好？根据调查，公厕里最干净的厕所是哪一间 ？A. 门口第1间 B. 最后一间。请作答。哦，宇珍，只有你一个人选最后一间啊。我在想说，第1间因为可能比较常人会做使用，所以后面的会比较少人做使用，所以可能比较干净。那为什么门口第1间的逻辑是？我觉得是安全感的问题耶，因为上厕所是一种比较私密的行为哈。通常我进去我不会挑第1间，因为我觉得第2间或第3间之类的可能会比较安全感。可是我们都会挑中间的嘛哦。对，第2或第3。就刚刚你去上马桶，就是人家说小便斗，你去上的时候，你一定是上中间那一间，上中间那个，或者是你旁边一定会跟他隔一个，你不会站在他旁边尿尿。我觉得是安全感的问题。对。那我们 TVBS 呢，就是2个小便斗，你要站哪里？选第1个，最后一个，就站瓜哥旁边。我还选中间哦。掉地上。我们小便斗总共2个。真的吗？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门口第1间。其实这是一个预期心理的问题哦。那美国医生指出啊，大家就像大家都会觉得说第1间一定最多人去，一定最脏，所以他不想上第1间。然后有些人觉得隐私又会往最后走，所以反而第1间实际上去上的人比较少哦。那比较少人使用，当然就是最干净的啦。好，来，请休息，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周末到了，好幸福。但想到要上班就不幸了。请问，根据 BBC 调查，星期几会是夫妻间性欲最低的日子 ？A. 星期2 B. 星期日。请作答。大部分会选星期日啊，因为明天要上班嘛，就心情很不好。就啊，可是我说心情不好，来一发，来一下吧，对啊，明天就有精神了。对。那为什么有人选择星期2的人呢？这在我们临床上哦，很常会有，就是病患说他放假的时候，勃起的硬度就很 OK， 上班的时候就不行。那其实我通常会建议他们，第一个把我们的性行为时间改成假日，
或者是从晚上改成早上。你有时候晚上上了一整天的班，其实会累。白天的时候刚起来的时候，哇，兴致勃勃。哦哟，而且早上又刚好哦。对，很奇怪，早上一定是。那我们女生都误会是因为早上她起来看到我，一颗人心动，是我误会了，对不起。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A 星期二。哎呦，那参与调查的呢，只有4%会在周二有性欲，那礼拜四呢是第2低的，而周末大家就觉得哇 so happy 来享受一下 sex 啊，是最佳时机啦。那37%的夫妇觉得礼拜六是做爱的好时机，那23%的夫妇选择星期五。再加1000，是13000块，请进戴医师的账号。赢在了性欲这一题啦。跟两个一模一样哎，22000，大家都还有机会哦，有15000、12000、22000的，最后一题哦，决胜题了，请出题。夏天鸡蛋容易坏，但用对储存方法能够让鸡蛋比较不容易坏。请问鸡蛋最好不要跟下列哪一种食物一起存放 ？A. 食用油 B. 生姜。请作答。女生做菜吗？也蛮少做的。很少做，那你要不要回答这题？你为什么选择食用油？其实我自己也很不确定，但我觉得生姜或许是比较自然、天然的东西，那会不会有一些酵素分泌等等的，让周边的气氛变比较好，对鸡蛋比较不会坏掉？你现在跟他奖金一样，可是你们的答案不一样，就马上就是显现会有一个人离开战场。那意思你22000，他也22000，可是你们俩答案不一样。你选择的是生姜，我选择生姜，因为我觉得生姜比较上面会有细菌。那其实我们的食用油有时候也不需要冷藏放着。那其实我们鸡蛋如果丢进去之后，里面可能细菌比较少。正确答案是 B 生姜。我们鸡蛋在储存的时候啊，要小心啊！新鲜的鸡蛋千万不可以跟生姜啦、洋葱这些气味激烈的食物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强烈气味就会透过鸡蛋上面有小孔钻进去，那时间比较长的话，蛋就会发臭变质，那鸡蛋会坏的比较快哦。所以不能放有味道的蛋。好，来3位请休息一下，来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买新车却有颜色选择困难症吗？请问，根据澳洲网站评选，什么颜色的车被评为最安全的车子颜色 ？A. 黄色 B. 红色。请作答。有胜负了。来，罗医师。我自己是蛮喜欢红色的啊，那可能是因为就是在台湾黄色太多计程车了啊。对，但是我猜国外因为是澳洲嘛，澳洲网站，所以想法可能是跟我们反过来不一样。他可能不会觉得黄色是一个不好的颜色哦。对我自己是挑黄色，是因为应该黄色比较显眼，对，红色也很显眼。因为其实你的一些像我们路上的交通号志或什么之类的一些交通背心都是反光黄色，比如说你交通指挥的，或者下雨天你要穿黄色的，对啊，穿红色好像更暗看不到。戴医师，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但我想的是说，我们斗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红色旗。那红色其实是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在路上，如果你看到红色交感神经兴奋，你可能会比较紧张，比较注意。真的吗？一气不如说我去找那个红色的车，不就是车祸了吗？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黄色。澳洲租车网站呢列出10种最安全的汽车颜色啊，那黄色是打败白色拿下第1名哦。原因是因为黄色不管是雨天或是黄昏、黎明这些低光源的环境当中呢，还是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跟柏油路是很明显的对比嘛。那其实白色大家会以为很安全，但白色在大雨或是起雾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被看到的，所以它其实是第2名。好，来3位请回来。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来加1000，3000块，请进罗时修的账户。我们请Sandra把奖金念一下。好，最后伟杰医师12000，罗医师18000，陈医师22000，吕医师12000，戴医师22000。过去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曾经有发生2位并列冠军，怎么办？2个人都可以挑战。哦，那我们上次也是2个人挑战，恭喜戴定恩以及陈宇珍成为我们今天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
恭喜2位医师并列冠军，这样好像我们是帮他证婚一样。对。那女士优先嘛，那我们让女生先来选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插卡吧。谢谢，你插卡。谢谢瓜哥。金库请打开。2个人都是挑战2万2，都是2万2，也就是2个中的话，我们就付4万4。对，这有可能啊。这2题你们各选1题哦。分别是总笔画53画的一个人生小孩，或是总笔画48画的结扎绝育。对，一个人生小孩哪4个字成语呢？痛不欲生啊，自己一个人生又寂寞，有没有？孤掌难鸣啊。哦，对。一个人生小孩是行之以单呐。啊。行之以单，行之以单，超级寂寞，孤单寂寞。对，那一个结扎绝育，结扎绝育就是等于断子绝孙嘛。对呀，对耶。那你要选哪一个？你先选了，另外一个就留给你了。是。哦。那我选笔画比较少的。哪一个？48。结扎绝育啊。题目请出。偃旗息鼓。哦，有点像军队啦，不再战争了啦。偃旗息鼓，1分钟计时，用手写，计时开始，金主。金主。来写。偃。哦。几画？几画？哎，看，其实。旗，金主。旗。不好写，第一个字就不好写。蛮漂亮，字很漂亮，旗，字真的很漂亮。对啊，以后就用手写更好，比笔好多了吧？还要给鬼给拐。那好，笔画，好，确定。几秒？46，你那个偃旗息鼓4个字写得很漂亮哎，超漂亮，但我已经没有要打仗了，我就不会表演了。对，所以想一下。所以呢，他现在是用了46，密码12141013，对或错？不对，错的，14秒计时开始。突然不会写字了。我忘记怎么写。他刚说掩埋的掩嘛，哦，什么垃圾掩埋场的掩啊？这是山东的俺。几画？是吗？你来，有变字。你干嘛你写成山东俺大叔俺？我没有写俺啊，是他写的，我只给他一点提示啊。来，密码11141013，对或错？答对！怎么可能？等一下看，为什么你对？是俺啊？是错。对错。眼不是这个眼吧？对啊，不是这个眼啊。正确解答是这个眼，这才11画吗？分给大家，分给大家。没有，你有2万2，对不对？要扣1万。对，要给您的。1万2是你，1万是给观众的，是，好不好？来，先恭喜你，谢谢，谢谢，很羡慕人家，对不对？那希望自己有这个运气。一个人生小孩要出题了哈，像刚刚用手写了。来，请出题。孤掌难鸣。对，这个太简单了。来，请计时开始。先清楚。够简单的哈。掌。打开你的掌心。难。困难。这个可能会多多少少有时候因为笔画的问题。对，明。阿明啊。你谢明对不对？你刚刚说的阿明。阿明，好，确定。停，几秒？是，你还有16秒可以改哈。来，密码08121914。对或错？
恭喜！怎么会这样子？今天太好运了！今天什么日子啊？对，奖金一直送，恭喜2万。1、2、3。那我们看到要不要扣？有没有写错的？来，我们看，没错。对呀，一个字都没错。哇，密码也对了。恭喜2位医师，医师果然厉害啦！真的，我们真是孤掌难鸣啊！哎呀，来，往前。哎，今天2位并列冠军还拿到奖金，厉害。唯一可惜的是，你拿1万，这1万我也有奖金1万，这1万是要送给观众朋友的。对，如果想知道怎么得到这1万块呢，请现在立马就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这个频道上面，然后可以看看怎么得到这1万元的奖金哦。是啊，谢谢各位医师哦，果然是聪明过人了啊！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谢谢各位医师，谢谢，这个送给观众朋友的啊，谢谢，恭喜哦。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